大家好，我是呕心沥血要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的 Leo 老师。今天这是我们这一期的第3集啊。那我们今天仍然要待在我们的发声运动里面来做探索，激发我们在发声技术里面的潜能。在上一集呢，我们开始了我们音高控制这个项目的练习，学会了如何辨识我们呼气的力量，以及开始激活它的灵活度哦。那在今天这一集当中呢，我们要开始辨识另外一个东西，也就是音高控制里面的另外1/2，就是环甲肌的拉伸。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啦 ，Let's start to practice。在开始练习之前呢，我们要先明白，任何发声技术的练习都是行为上面的练习。所以，如果你很容易被你的听觉分散注意力的话，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上。记得，任何的发声技术练习都是行为的练习，所以你应该更加专注在你的身体在干些什么事。然后呢，任何行为的练习，我都会把它分成2个段落。一个段落是辨识这个力气是什么，另外一个段落呢是开始训练它的灵活度。这点我们上一集有讲过，如果我们连行为的类别都还没有办法辨识出来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去调动它的灵活度呢？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借由一些引导来先帮助你辨识出怎么样的一个行为是所谓的环甲肌的拉伸。好，这边先做一个稍微的复习啊，在之前的2集当中都有说过，我们音高的控制来自于2个行为的合作。第一个是呼气的力量。在相同的声带形态状况下呢，呼气的力量越大，声带所振动的速度就会越快。就是好比，当我们分别用5级阵风跟10级阵风吹同一面旗子，用5级阵风所吹动的旗子就会飘得比10级阵风所吹动的旗子来得慢。所以风力越大，声带拍打的就会越快，音就会越高。这是其中一种改变音高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改变声带的厚薄，在相同的呼气力量情况底下，声带的形态越薄越轻，声带振动的速度也就会越快。这就好比，当我们分别用10级阵风来吹一个棉布的旗子跟蚕丝做的旗子，用棉布做的旗子呢，就会飘得比蚕丝做的来得慢。由于环甲肌的发力啊，属于我们喉内肌运动的其中一部分。喉内肌的运动包括横勺肌、斜勺肌、环勺外肌，缩小我们的声门裂；环甲肌的拉伸声带，使声带变薄变长；以及假勺肌的挤压，使声带增加接触的面积。因为皆为喉内肌的发力，以上的行为是在同一个时间都会运动的。当中以环甲肌的拉伸跟假勺肌的挤压这2种行为，最容易在执行上面被混淆。假勺肌的发力会增加我们声带所接触的面积，增加声门对于空气流速的阻力，会使声门下压力增加。除了会让音量增大之外，也会使得音色变厚。所以调度假勺的发力啊，属于音量以及音色控制的能力。同时，这个接触面积增加的发力啊，也会令得声带振动的速度变慢，完全不利于我们让我们声带振动速度加快，让音高变高。也就是因为这2种行为在执行上面很容易被混淆，所以导致于很多的同学在越唱越高的时候，选择了错的力气去做追加，加到了假勺肌的挤压的力气，导致于高音很吃力啊，很不轻松啊，很痛苦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一定要能够先辨别出什么是环甲肌的拉伸，什么是假勺肌的挤压。要辨认出来的话呢，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喉内肌发力的3种不同趋势，藉由3种发力趋势之间的对比呢，来筛选辨识出在音越来越高的时候所需要追加的环甲肌拉伸力气，区分出3种喉内肌的发力趋势。喉内肌的3种发力趋势分别是环甲主导、假勺主导以及接部主导3种。这3种喉内肌的发力可以理解为3种对于空气制造阻力的发力方式。由于我们的喉内肌运动啊是十分灵巧的运动，而我们的声带上面的痛觉神经几乎是完全没有。要区分3种不同的发力趋势，要靠空气对抗这3种发力趋势的方式来做区分。
虽然在辨识这3种对于空气制造阻力的时候呢，呼气的力量也会参与，但是请不要关注它，一定要将专注力放在喉内肌创造这3种阻力之间发力的区别。我们会借由特定的咬字来引导你执行出这3种不同的喉内肌发力趋势，而你要做的就是感受空气对抗这3种发力趋势时的差异。第一种，环甲肌主导。首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环甲肌的这个发力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有一个 wow 这个字。wow 这个字，你就会很简单的启动了环甲肌主导的感觉，尤其是在那个 ow 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在喉咙里面有一个微微的、轻轻的 ow。挡住空气的一个阻力哦，这个力气呢，大家会有时候会用气泡音啊，或者是 vocal fry 来形容这个东西。那这个发力感呢，肯定会对于我们从肺部呼出来的空气呢，造成一定的阻力。那很多人会形容这个阻力有一种紧紧的感觉。虽然这种发力感呢，会对于我们从肺部呼出来的空气造成一定的阻力，但是你会发现它不会堵住这口气，空气仍然可以通过这个阻力。那很多不是 VBS 体系的老师呢，会形容这个力气呢叫做轻轻的闭合的感觉。对于发力感的形容啊，其实因人而异哦。那没有关系，你只要去讲这个 wow 这个字，多尝试几次 ow wow wow ow ow wow ow， 把这个感觉记住，其实就是所谓的环甲肌主导的模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尝试一下什么是所谓的假勺肌主导的模式。第二种，假勺主导，这时候我们换一个字来体验一下哦，我们换成一个瞬间停顿的呵呵呵呵这个字，你会感觉到说喉内肌有一个力气在发力，这个发力感呢，就是假勺主导时候的喉内肌发力感啦。很多人会形容这个感觉呢，有种胸声感，一种憋气感。这个发力感跟先前那个发力感有什么区别呢？它会比较堵，它也会比较憋，它会完全的挡住我们从肺部呼出来的空气。那很多不是 VBS 体系的老师呢，会形容这个力气叫做一个过度的闭合感。OK， 对于发力的模式啊，因人而异，大家的形容都不太一样。但是你只要做到这个瞬间停顿的呵字呵字，你就是做到了假勺肌主导的喉内肌发力模式啦。多尝试几次，去记得这个感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是接部主导的喉内肌发力模式。第3种接部主导的喉内肌发力模式，我们换一个字来说一个悄悄话的呼这个字，呼呼，这时候你所感受到的喉内肌对于空气的阻力啊，是非常非常小的。有些人会形容这种发力模式是所谓的假声感，或者是一种虚弱的感觉。这个就是喉内肌接部主导的发力模式啦。那你会感觉到说，呼呼，这时候对于空气的阻力是很微弱、很微弱、很微弱的。那很多不是 VBS 体系的老师会说，这样子的发力模式就是闭合感不足的发力模式。好，那么一样，对于发力感的形容呢，其实就是因人而异啦，每个人的形容会不太一样。但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个悄悄话的呼字。呼字，你就是做到了这个喉内肌接部主导的发力模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3种模式里面交叉来回，然后让你能够筛出所谓的环甲肌主导的发力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3种模式里面转跳。首先，我们先自然的说一个 wow 字，好，立刻马上接一个立即停顿的呵字，然后再接一个悄悄话的呼字。好，接起来像这样啊 ，wow， 呵，呼 ，wow， 呵，呼 ，wow， 呵，呼。你应该会发现，只有这3种不同的咬字所激活的喉内肌发力，对于空气所产生的阻挡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第1种呢，这个 wow 应该就是大家会觉得最不自然的一种了。那在体感上面呢，它会对于空气造成一定的阻力，但是它不会很轻，它也不会很重，它挺尴尬的。然后在听感上呢，它的高频会很多，然后会很尖，甚至有点刺耳。那这个呢，就是环甲肌主导的喉内肌发力模式，当力道给很大的时候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好，第2种这个呵
这个字呢，会是大家相对觉得比较自然的一种感觉了。那体感上呢，会觉得它阻力很大，也很重，也很明确。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的核心肌群在发力的时候，我们也会很自然的启动这样的发力模式。听感上呢，中低频会很多，给人一种厚实可靠的感觉。那这个就是假勺肌主导的喉内肌发力模式，当它发力很大力的时候，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第三种这个也是大家相对会觉得，其实还挺自然的一种发力模式。体感上面呢，会觉得对于空气所造成的阻力很轻，近乎为零。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想要说话不要被人家听到的时候，也会很自然的启动这种模式。听感上这种声音呢，虽然高频也会偏多，但是相较于第一种，它会比较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那这就是当喉内肌接不主导的发力模式开启后，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在这里呢，我们要补充说明一下，当未来你对于喉内肌的发力模式越来越敏感敏锐之后呢，我们这种所谓的接不主导的模式，我们会重新给它一个新的定义。但在这里呢，目前现阶段你就理解它是一个接不主导的喉内肌发力模式。好，那我们大概形容完了这3种发力模式之间的区别之后，我们再回到转跳模式里面来做一下。哇哦，哇哦，藉由对比去筛出哇哦，也就是环甲肌主导的发力模式跟其他2个跟之间有什么区别，让自己更加的明白哇哦跟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在借由3种不同主导模式的对比下之后呢，我们应该能够清楚的辨识出环甲肌的这个发力的模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持续刺激这个发力的模式。我们要建立起呢大脑对于控制环甲肌发力的神经传导敏锐度，然后持续的用这样的发力来制造出不同的音高。那在这个段落呢，我们会持续用不同的咬字来刺激你的环甲肌发力，用这个发力呢来执行音高上面的一些变化。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一次，任何的发声训练都是一个行为上面的训练，我们要格外的专注我们的身体在干些什么事情。那如果你专注力很容易溃散的话，把这句话写在纸上，提醒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要使用的咬字其实是一个辅助的手段，让你的环甲肌能够更容易的发上力。那你需要做的呢，就是 keep 住这个咬字，不要因为自己觉得音上不去了就随意更换它。你要呢跟着这个辅助来运动，不要去注意嘴巴上面发生的事情，全神贯注去注意喉咙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由于这个段落的目标呢是刺激环甲的发力，让我们在音越来越高的时候选择环甲主导的喉内肌发力模式。那我们的目标还不是环甲的发力要跟空气的流速要搭配在一起哦，这还没有到那边，我们只是仅仅要刺激我们的环甲，做出一个清楚的音越来越高时候的发力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阶段发出来的声音很可能是不完整的，这都非常的正常。因为呢，如果要发出一个完整的声音，它必须要有一个环甲肌的力道以及空气流速之间的一个协调的搭配。那这件事情呢，在这个段落我们不会去处理它，这属于下一个工作。这个阶段所发出来的声音绝对不会好听，它甚至可能很破碎、很搞笑。这时候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心理素质，去屏蔽我们听觉上面所感受到的那种尴尬感，找出最能刺激环甲发力的辅助。辅助一，哇哦这个字。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会用像这样的音阶，好，把字搭进去，就像这样，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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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属于一个间歇发力的练习方式。我们在哇发了一个音之后，就会休息一下，再重新发力，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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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这样子的练习方式呢，会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在每个音跟音的中间，重新让大脑去选择你要用什么样子的发力模式。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正在建构一个发力的选择。那唯有间歇的发力这样的练习方式，才能让我们重复不停的去做选择。所以千万不要做成像这样，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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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发现音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持续发力的练习方式，而持续发力的练习方式呢，是会摆在间歇发力之后的，因为我们需要先用间歇创造选择，再借由持续发力来练习稳定性以及灵活性。那稳定性跟灵活性呢，不是我们在这个阶段的目标，这点千万要特别去注意哦。好，那我们就开始练习吧。男生的话呢，我们最低音会设定成 G2，然后最高音会最后走到 C5。那女生的话呢，我们会从 G3 一路到 G5。那开始练习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练习 log 表，记录我们这个阶段练习时的一些状况哦。这次的练习 log 表会长这样子。好，最上面呢标注了今天练习的目的，然后最左边呢是练习的日期，再来呢就是这次练习的起始音高，再来就是出现选择错误的音高。那如果练到了某个音高，我们所设定的咬字被换掉了，或是越来越不标准，这就表示在这个音高你的喉内肌发力的主导脱离了环甲主导，也就是开始选错力气了。请你在今天的练习 log 表上记录下来，你是在哪个音高上开始出现选择错误，停止继续前往更高的音高，之后再换到下个辅助。好，那我们就开始练习咯。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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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请你在 log 表上记录下来，你是在哪个音高开始出现选择的错误，然后停止往更高走，然后之后换到下一个辅助。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请你在 log 表上记录下来，你是在哪个音高开始出现选择的错误，然后停止往更高走，然后之后换到下一个辅助。
助2，内这个字。好，我们接下来把字呢换成内这个字，来帮助你建构环甲发力的这个主导。那一样，你在 log 表上要记录下来，你是在哪个音高上面开始出现了选择错误，然后停止，再往更高的音走，去到下一个辅助。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请你在 log 表上记录下来，你是在哪个音高开始出现选择的错误，然后停止往更高走，然后之后换到下一个辅助。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请你在 log 表上记录下来，你是在哪个音高开始出现选择的错误，然后停止往更高走，然后之后换到下一个辅助。辅助3 D 这个字，接下来我们要把字换成 D 这个字，来帮助你激活环甲肌主导的喉内气发力。那一样，你要在你的 log 表上面记录下来说，你在哪个音高上面开始出现发力选择错误，就是字更换了或什么等等的，然后不要再往更高的音走喽。好，千万记住哦。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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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请你在 log 表上记录下来，你是在哪个音高开始出现选择的错误，然后停止往更高走，然后之后换到下一个辅助。滴滴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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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请你在 log 表上记录下来，你是在哪个音高开始出现选择的错误，然后停止往更高走，然后之后换到下一个辅助。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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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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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在经过3轮的辅助练习之后呢，你应该会发现其中某一个字能够做得比较高，才会开始变形。例如说，假设你的 log 表长这样子 ，D 呢就是3个字当中能做到比较高才开始变形的字，这也就意味着 D 这个字对于你来说呢，辅助性比较大，激活环甲是环甲主导的辅助性最强。那第2呢，则是内这个字，那么第3呢就是 wow 这个字。接着我们要开始使用辅助最强的字去调整、修正其他排名较后的字，借由这个调整呢、修正的过程，更加清楚地建构对于环甲肌的辨识，借由咬字的变化，加强辨识喉内肌的发力趋势。这个调整以及修正的过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那在这边呢，我们开始练习之前，有个观念呢，要能够先建立起来。在我们学习辨识环甲主导的发力模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借由那个最容易激活你环甲发力的咬字，来帮助你做到环甲的发力。那这时候，在你的大脑里面呢，要能够清楚的拆分出咬字的行为以及喉内肌所产生的行为，它是分离的，也就是借由这个咬字，它是一个媒介。去激活我们要辨认的那个力气，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能够辨认出这个环甲肌的发力呢，那刚刚以上的那3个字，你应该都能够做到相同的音高，而且字不会变形。那如果做不到呢，就表示你喉内肌的发力选择权并不是自主的存在，而是被那些引导辅助所激活的。所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借由激活环甲最有效的咬字，来让我们的大脑意识到喉内肌怎样的发力感是环甲发力。再将这样的发力感留下，换掉喉内肌以外的咬字行为，培养出喉内肌跟喉外肌的运动是分开的控制能力，这才印证了我们辨识出了环甲肌的发力。这个观念呢，有些人称为喉舌分离，喉咙做喉咙的事，咬字器官做咬字器官的事。这样子用引导激活某个行为之后，要你背下某个行为的学习方式，在我们的未来课程里会很频繁的用到，而这个思维方式的培养，对于带入歌词的演唱会有很重要的影响。那怎么练习呢？我们把音阶改变一下，变成像这样子高音重复的次数从原本的4次变成了7次。那怎么记这个音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音阶看待成2半，前半段是，后半段是。前半段的辅助呢，我们会使用排名第1的字；那后半段的辅助呢，我们会使用排名第2或者是第3的字，听起来就会像这样。滴滴滴滴滴滴，内内内内内内内。借由前半段的辅助呢，我们来启动环甲主导的这个喉内肌运动，然后再把这个运动呢背下来，转移到后面排名第2跟第3的字。那以刚刚的 log 表来看的话呢，是 D 最好，内第2，然后 wow 第3嘛，所以做起来的话就会像这样，滴滴滴滴滴滴，转移到背起来，内内内内内内内。
我们以排名第一的字所能做到的最高音高作为一个标准，渐渐的把排名第2以及第3的字要在不变形的情况底下做到跟第一个字能做到的音高是一致的。那接下来呢，我会帮你弹一个完整的音阶，让你来做练习。男生的部分呢，我们从 G2 一路会帮你弹到C5，然后女生的话呢，从 G3 一路弹到G5。那么准备好你的 log 表，开始自主的把排名第2跟第3的字呢，慢慢的调整到跟你排名第1的字一样的音高。我们开始练习。当你能够把这3个字的音高都调整到一致之后呢，你应该对于环甲主导的这个发力感呢，会有清楚的辨识。这时候呢，我们这一堂课的目标呢就完成了。你这时候可以去找一首歌，在你今天所练的最高音高之间，就是之前啦，不要超过最高音高，然后试着唱唱看，什么都不要想，很自然随意的去唱，你应该会发现体感上会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在持续刺激环甲发力的这个段落里练习的时候，大家练习的音域，男生是从 G2 到 C5， 女生是从 G3 到 G5。那往后的课程呢，都会维持在这个音域里面。如果你能够在咬字不变形的情况底下，完整的做完我所给的练习，那么很恭喜你，你很会掌握环甲主导的喉内肌发力，你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阶段，环甲肌的发力与空气流速间的匹配。你可以考虑跳过下一节课音高控制的康复训练。但如果你会卡在某一个特定的音高，到了这个特定的音高，字就必然变形，即使更换咬字为其他2个咬字，也都辅助不了你切换回环甲主导的模式，那就表示你长时间到了这个音高，发声习惯会转跳为假勺主导或者是接不主导。那么请记住这个音高，我们要在下一节课帮助你剔除掉在这个音高所积累的坏习惯。如果你在持续刺激环甲发力这个段落里练习的时候，无论哪个咬字的辅助，第一个 key 就会开始出现咬字变形或者是更换，那也就表示你长时间在音高控制的发声习惯，一开口就是假勺主导或者是接不主导。这个时候请先跳过这一集持续刺激环甲肌发力的这个练习，我们会在下一节课里借由一些康复训练帮助你剔除掉这个习惯。你在练习完之后呢，再回到这次所跳过的段落。我是呕心沥血要让大家搞懂唱歌这件事的 Leo 老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持续的在发声技术这个维度里面来做探讨，并且完成了音高控制里面的环甲肌发力的辨识。完成辨识的同学呢，很好，请保持练习，为下一个阶段环甲肌的发力以及空气流速之间的匹配来做准备。下一集呢，我们要先帮助在音高控制上面有些障碍的同学进行音高控制的康复训练。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把今天影片分享出去。那如果呢，你对于内容或者自己在练习上面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都会亲自的来回复你。